开始啊！你就开始，对，开始啊！哇，翔哥，这是你家的动物园，对不对？对啊，你家买了动物园？对啊，过年大扫除，今天跟边做个扫除，你看看，擦哇，净布，连工具都带来，是不是？看到没？桐油，哇，桐油你知道吗？这个是你要铜制的东西，你要擦波亮的时候，我们就来桐油，我们现场来擦一支这个用看看。桐油是可以的。对啊，然后接下来化妆棉，好啦，有当过兵的把皮鞋拿出来。是皮带还是皮鞋？皮带都可以。皮鞋的话就是拿这个擦那个啊，擦你的那个啊，头皮鞋的那个头啊。头，对。啊，你想放假你要擦亮啊。对。对不对？最近当兵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哦。我们现在怀念一下，对不对？你看看这几个啊，这几款是我收的啦。对啊，因为放很久，所以都有灰尘的。它已经不亮了，对不对？对。那现在我们想办法把它弄亮。现在大家看看这个，这不太亮啊。在镜头前不晓得大家看不看得出来，有一层雾雾的了。哦，待会呢，我们就示范回到30年前当兵的时候，帮大家用桐油给它擦个倍儿亮，这样好不好？老公拿桐油擦也是没有办法了哦。因为岁月是一把杀猪刀，不会倍儿亮，无法倍儿亮。这个桐油就这样擦啊，擦一擦之后，我们待会先擦一支来看看。好，对啊，来跟隔壁做比较了。对啊，跟隔壁做比较啊。好像真的有差慢慢擦啊。对啊，这过年就是要大扫除啊，然后那个香水拿出来闻一闻啊，然后擦一擦放回去啊。保养每一年年终保养一下这样。所以你每一年在12月都会做这件事吗？这不是固定要做的事，自己心情爽就做。果然这个是爱乡人的表现哈，爱乡人士的表现。然后完了之后再拿干净的把它擦一擦。桐油先抹上一层之后，干净的擦一擦之后，狗头，我们的狗头就变得很厉害喽。不要小看这个狗头，我超爱它的哦，好不好？狗头是什么味道？它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味道，而且是男生版的。狗头是猎犬吗？对，那就是跟狐狸对象那个嘛。对，这个东西哈，这支香水啊，是我有收啊。大家都说它的那个什么性价比不高，哪有？我觉得这一支，可是我觉得它超厉害，它超好，超厉害。我蛮喜欢狗头的味道。对啊，跟狐狸比起来，我觉得它更适合男生的玫瑰嘛，对不对？它不是男生玫瑰，它没有玫瑰味。有呢？有吗？很少我不确定，但是你比较专家了。我没有专家，我现在鼻子闻不出来，我只知道香，很香，那么香。那你借我喷一下好了。好，当然可以啊。来，给你一个 Duke， 不用，我直接上哦。哇，直接上，什么味道？木质，然后木质花香，就玫瑰咩？我记得它有玫瑰啊，所以才会跟男生、女生跟狐狸做一个对。然后这个兽首哈，我就收这几款啊，这是我比较爱的味道。所以你不会说兽首就全收这样，你还是会针对你比较爱的味道。本来我也想啦，但是假设我真的做这个动作的话，我可能会变成那个老板的 competitor。我就干脆来卖香就好了。我想老板应该不乐见吧？对，全收，树立对手啊，变成新的厂商，然后又在秦一卖的比我便宜啊！对，便宜，真的真的有量呢，来差很多呢 ，check 一下 ，check 一下，这狗整个都醒来了，你知道吗？妈的，狗哎呀，真的是，可以，你可以放假了，好不好？对不对？可以放假，对不对？可以出门了，对不对？当兵，你们亮起来，休假300天，好不好？休假300，连长说休假300天，你就只要帮他们擦那个红头就好了，是不是？哇，有差。我这个跟旁边这个做比较，你就知道了。我擦，是不是？有呢。一切都兴起来了。然后平常那个玻璃呀、玻璃罐呐，对，你就拿那个眼镜布有没有？试镜纸啊，眼镜布啊，拿起来擦，它就亮。眼镜布就对了。你把那个什么
擦完它就亮了。对不对？所以眼镜布擦瓶身就对，玻璃瓶身。是，所以我们擦完这一罐就来上架看看是不是？哦，喷3下全新笔，喷3下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好。有没有卖相？有没有卖相？有。哇，这至少可以哦，这样子是亮起来了，有没有？整个亮起来，对不对？1000元了，是不是？亮起来了，这个雾面跟这个完全不一样，是不是？我们再擦一下。对啊。哦，有擦。来。我也自己喷一下。哇，天哪，我的身上味道很多不行啊！拿湿巾，拿纸来。猎犬真的是不错，不错，真的很不错。现在要让我形容一下它什么味道很难形容怎么说？因为现在搞不清楚什么味道，新冠肺炎的关系吧。自从上次有一个香评家在网络上说，自从新冠肺炎上了之后，他发现 BDK 的很好闻，以前他妈的都不要闻，都觉得很烂。所以那个后来新冠完之后，哇，好好闻，喜好改变了。对，完全喜好改变。好，那你要从帮我们这几支介绍一下，顺便边介绍边擦了，好不好？当然啦，从你最喜欢的开始。我最喜欢的当然是狗头啊，你看有没有擦完啦？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为什么喜欢狗头？先讲一下。为什么喜欢狗头？为什么喜欢狗头？这个是标准的访问方式啊。对啊，这是标准问题啦。但是我觉得啊，人生干嘛随时都要说为什么呢？所以那个对不对？知而不答，对不对？不是知而不答，就是看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啊。所以你就穿什么。而且今年冬天来了之后，我们发现大衣上了之后啊，有一些比较重一点的味道啊。原则上都可以上身以前之前夏天的时候穿短袖的时候，稍微重一点味道不能上身。那所以狗头你觉得适合什么季节？还有你什么情况下会带它出去？什么情况之下会带它出去就是你今天会觉得希望比较稍微干净一点。狗头它是很绅士的味道，会很绅士，那它会比较清新一点，不会太过于浓重吧，就是说你大衣可能好，你大概就会穿像这样子，对，就可以了，可能一个西装，你可能一个衬衫穿上去那种非常绅士的感觉，可是呢，如果你大衣再蒙上去的时候，这个味道又太清晰了，太淡了，太清新了，太清新了，对，所以呢，这时候你就要上，比如说狮子头咯，狮子头就加酒咯。OK， 对，所以狮子头会比现在你说这个狗头味道再强一点就是了。我觉得比较厚重一些些，稍微比较厚重一些些。OK， 那穿大衣可以配这个狮子头。狮子头它还会有一些香草啦 ，vanilla 的味道。然后一开始酒就出来了嘛。朗姆酒我记得好像是朗姆酒，是。然后这个鹿头是威士忌，这2个都是非常绅士的，然后都是正装笔挺的那种状态，就是传统的英国绅士。你知道翔哥为了去研究这个香水的酒的香调，他还自己亲身的去喝了酒，对不对？对，就喝到。本来70多公斤变80多公斤，然后完了之后再努力痛苦的运动回来，然后现在还在70几公斤，所以过去一整年的运动都白费了。酒热量很高嘞。这个是什么？这重点是里面的糖质啦，升糖。对，升糖就容易转换成。其实你要我跟你讲酒也是很 OK 啦。对，当然要边讲一下酒啊。酒像比如说雪莉桶。威士忌的雪莉酒就是那个葡萄酒啦。那葡萄酒因为人家以前航海所以那个酒要放很久，要拿到别的地方、别国去卖要放很久，所以他们为了要保存，所以就必须要第一个是容器嘛。对。所以他就先把它丢到橡木桶里面去装起来，然后运出去。后来发现那个酒吸收橡木桶里面的那个木质，还有它的一些香气、草气，所以呢。潮气也是，哇哦，对，然后完了之后，他们那些木质的气息啊，还有草的味道啊，等等啊，就发现酒放上去特别好喝，味道更多元，所以呢，他就开始就用橡木桶，对，然后呢，
有一些酒哈，它在发酵的程序里面呢，基本上哈，他们那个酒为什么都不甜，你知道吗？人家想说喝葡萄酒是不是要加什么七喜啊，小那个什么的啊之类的、啊，这种东西哦。后来他们就加什么，你知道？他们就是完全发酵之后，它的糖就完全反应之后，就变成什么酒精跟先醋酸嘛，酒精嘛，醇加酯就会变什么？就香气嘛，它就会特别的香气嘛，这化学嘛，对不对？是。所以他们就完全发酵，完全反应嘛，所以你就会觉得，哦，外国人喜欢的酒说很拽，很拽就不甜。有些人说哦，这 very dry， 我喜欢 dry， 听不懂他在说什么鬼啊？原来的意思就是不是甜的，不甜。对，那像雪莉酒的话又不一样了，就是它是葡萄酒，对不对？啊，它在发酵的过程之后，它要加入经过蒸馏之后的葡萄酒叫白兰地，中断它的发酵。所以一般呢，雪莉酒大概它的酒精成分大概20%左右，或者甚至是稍高一些。那像威士忌是蒸馏酒，谷类发酵完之后蒸馏，然后再放到橡木桶，你去吸收这些香气。对，然后呢，像雪莉桶的话就是葡萄酒啊，白兰地就是葡萄酒的蒸馏酒。蒸馏酒之后就是酒精的成分就70、80度、40、50度这样子，然后他就把它丢到，直接把它灌到葡萄酒发酵到一半。对，所以它的糖类就没有完全反应完成，对不对？所以雪莉酒是甜的，非常甜。喜欢甜口，喜欢女生喜欢喝甜口的酒的话，去找那个雪莉酒，或者是波特酒。波特酒为什么叫波特酒？是那个刚好葡萄有那个地方有一个港口是长这样，然后它类似的做法也是类似雪莉酒，对，也是加烈葡萄酒。所以呢，葡萄酒反应到一半，酿到一半，然后丢进白兰地之后，它就变成加烈葡萄酒。那这种的酒呢，就会有2种，一种波特种，一种是雪莉酒。对，而他们都是为了什么？为了运输，卖到外国去。他为了不要放的酒不要坏，所以他就这么做。对。然后最近大家比较喜欢的是什么？威士忌嘛。对。然后威士忌就是谷类嘛。对，谷类，然后发酵之后再加蒸馏，完了之后就会得到比较高浓度的那个威士忌啊。其实啊，你知道吗？我们威士忌台湾宜兰那个厂的嘛，宜兰那个叫什么厂？格马兰哦。格马兰的产量全世界第3大。真的假的啊？你不知道我们都会做生意。哇，台湾人好不好？格马兰我只知道它山上半山腰有一个城堡。对，这金车集团你知道吗？这是为了他的理想这样的企业家做的这个理想。对啊，有理想还要销到全世界。所以呢，他就整个就是那个嘛，所以基本上就是他这个就跟电子业有点像，茅山道士，我们把它做多就赚钱了。好好控制成本，好好经营产销就 OK 了。那接下来他在世界各处都得奖了。真的。然后他的酒一般都卖比较贵。台湾本来不适合酿威士忌，因为威士忌是要在寒带国家酿。因为它成桶要时间的话10年、15年。它上面不是都有标？苏格兰威士忌要标12年，对，叫基本款。18年就是比较 OK 的款，对不对？对。可是台湾3年、5年就 OK 了。因为天气比较热，然后当然呢，同时因为天气比较热，所以它会有一个 angel share。angel share 就是容易就是天使来偷酒啦。有一款叫 Killian 的叫 angel share 的。对，就这个意思。他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好不好？就是说 OK， 你在陈酿的过程之中，本来橡木桶里面可能有50公斤的酒，然后它 angel share 之后变成45公斤，这样子被天使偷喝掉。对，他们也是很浪漫的。By Killian 本身就是一个很浪漫酒厂起家的嘛。By Killian 那少东他本身是那个含金汤匙厨师，因为他本身就有酒厂。后来他觉得说，我不要进这个公司的企业。我不要在这个家族里面混，所以他自己出来开创品牌。那当然，他们这些有一些社交啊，或者是高层啊，这些社交，当然对于时尚精品这件事情呢，就渐渐的就是有接触。对，所以他就开始做那个香水。所以 Killian 的酒香啊是特别知名，而且呢，等于是招牌。
哎，对，因为他本身的家族企业，他就在做这个，做酒厂。对，所以你会发现，那 Killian 有很多的那个什么酒香的香系列的产品，有没有？对，系列的产品，就是因为他的家族是做酒的，是，对，所以特别在这一块，他们就是独树一格的标杆了哈。对，当然他有其他 good job，比如说他的圣木，对不对？圣木经典有没有？对，这就是他的那个 good job 嘛。是，对，然后绝版的嘛，对，是绝版的，大家都是好评不断呐。圣木基本上它的味道是木质调，但是它有一点点奶的，跟别人不一样。是，你那个闻那个木质调，有时候有一点尖锐的刺激感，有没有？比如说你去买家具嘛，有点甲醇、乙醇那种感觉，有点尖锐感偶尔如果新的东西有点所以有一些木质调的香水有点带往这个方向，那它的圣木那刚好是有点奶的，不一样，非常平衡，所以它就变成，它就时尚就知名，是，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我又插好一支了，对，我们边聊酒。现在请我们请那个老板啊，你自己再试一下，让他自己来觉得这是什么感觉。这狮子头，翔哥说一开头就是酒味，好不好？你说这是什么酒？这朗姆酒。朗姆酒。哇，真的。这个酒味至少酒精浓度大概40-50%以上哦。不，我说的不是那个酒精味，但是我说的是特征啦，酒，是不是？莱姆酒出来的那一个这是酒气的香气。这是疗愈闻酒。哇，这个确实你说的，对，穿上大衣的时候。刚才老板那个手表叫了，你应该说 Siri， 请问这个是什么香 ？Siri 闻起来怎么样？哇，那这个晶片就太厉害了，刚好跳出来讲。不过 Siri 这是蛮重要。我上次看一篇报道，对，他好像发生问题，好像发生危险，然后他讲说 Siri 请帮我叫救护车，他还爬不起来了，然后他还帮你定位，然后就 OK 了，对，不然就没有人发现了。所以话讲到这里，还可以讲一些别的，就是你在这个时代刚好在变迁了，是，所以你活得久你就会经历到新的不同的时代，是新的科技，对。星座专家说，最近正在转折，要进入新的时代。对，2023年刚好让你看到那个新世界的惊鸿一瞥。对，这国师唐启阳讲的，所以不是我讲的。水牛城那边就下大雪，对不对？还这个连在海边那个房子海风吹上来就立刻冻结，那个房子被海浪泼下来之后，立刻瞬间冻结。人家说这个不是那个电影的场景吗？对，哇，那个死好多个人。其实有时候出门就冻死。我觉得你看到这些新的景象，或者是你不曾看过的人，不要太惊慌。你要稍微冷静一点，真的要稍微冷静一点。为什么？因为以前我都问我妈，以前阳明山会不会下雪？不会下雪，常常下雪。那我们这几年刚好阳明山渐渐开始在下雪，极端气候。对啊，对不对？所以以前他们有看过啊，你去问老人家，就是有。所以呢，你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真的假的，还是你根本就是一个循环，一个 cycle？是不是？而且你现在就是极端气候，对，两种说法都有了。有人说这个是我们造成的极端气候，有人说这个是本来这个地球的循环就是会有所谓的冰河期嘛，或者是之类的，一个周期的循环。那现在到底是哪一个？因为我们活得不够久，所以没办法定义。所以你有时候你又发现说，那样呢，是不是？对啊。好，那狮子刚刚闻起来是酒香。那你觉得你跟那个我当然我还是喜欢狗比起来如何？我还是喜欢狗头，因为狗头带了一些花香，男生。这个家伙比较想要走朴素的路线，不是朴素，我觉得不是朴素，我觉得这一个狗头对男生来说有点性感，就有一点要撩人了，就有点要引起女生注意。是他大部分的香品里面，他说这个非常狂野，有点像渣男香，有点渣的感觉，
得到女生对他的注目，所以他用狮子啊，看起来很张扬的嘛，很想很张扬的嘛，是，对啊，所以他的故事里面带入的那个角色也是一个放荡不羁、比较张扬的一个角色。OK， 就狮子本来就是这样嘛，就让你知道，我就是在这里这样。对，然后现在开始插鹿头。好，鹿头，它是朗姆酒。OK， 对，那你边插我边闻，这样好不好？对啊，它鹿头是那个随便聊，轻松聊。对，然后鹿头它是什么？威士忌的酒香。它怎么有点绿感呢？有点显胎调，是不是？胎显调。我觉得像英国人做的香水，原则上它都非常的叫做学院派。学院派，意思就是说，它会照着调香应该有的什么前中后调啦，然后应该什么东西的规则来跑，不会说乱跑，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潘海利根虽然他是理发师开出来的店，但是呢，他真的是学院派啊。是，如果你想要了解那种以前的那种西方文化，有没有那种标准的香水，或者是从以前的那种来的这些标准的一些香水啊，你不妨可以去接受一下那个英国的香对，就比较正规正统这样。对。他是蛮正规正统。是，英国人，你从他讲话就知道，他讲话的文法啦、用字啊，你就知道他是跟这个美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非常绅士。对，就是人家讲一个笑话，就是说英国人有历史啊。英国人要跟你表达一件事情，讲完之后，你搞不懂他到底要跟你讲什么，就是他就是非常的，他太不直接。对，就跟你转半天这样，非常的有规矩，非常的这个严谨。好，就后来那你到底重点是什么？讲重点，就是这个意思。讲重点，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讲重点，走，喜欢权。土中康教我的，康哥教我的，多看他的节目就会被教。所以这个鹿头，它是不是就是我觉得绿调比较多一点？还有嘞，中间还有些什么？中间还有些什么？你看一下它香品啊，要看一下它的香水的那个。对啊，我现在都不太看了，我现在也不想要。刚开始我会很希望说我能够闻到什么东西单独的味道。对。现在我觉得我心情好，我今天是这个心情，我想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所以是随心所对。然后自从对不对？自从这个 COVID 来之后，知道吗？我又更不行了。是。所以现在对你还是有影响吗？对我不知道是心情的影响，还是自己笨闻不出来。没办法分辨，练不够，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就全部都算在 COVID 的账上。不要太那个，不要对自己太苛责哈。这个过一段时间，搞不好你又开发出了新的对于嗅觉的新的功能，这样。嗅觉新的功能，对，就是对于这个味道全部重新闻一遍，我感受完全不一样。对，所以呢，酒香的话你就收鹿头啦，鹿头啊，或者是收狮子头啦。这两个会很不错。OK。然后我跟你讲，人家讲说喷了香水之后啊，回头度很高。对。有没有曾经觉得回头度很高的男生？有没有？回头度很高，我告诉你，我推荐你一支犀牛。好，犀牛，犀牛在这里啊。好，犀牛我还没什么印象。这个给我一个很好的那个，觉得很好的一个award，你知道吗？就是回馈、奖赏本来我们是不穿香的嘛，现在我们都开始穿香嘛。是。结果有一次我穿香，然后走去医院就喷犀牛，回头率之高。是。对，真的，对男生来讲。所以对你非常的有回报，就对了。对，这个 award 的 reward 吧 ，reward 对 reward， 对。OK。对，给奖赏，给你奖赏。所以这个投资报酬率最高。要这么说也可以啊，回头率超高。你鹿头不好清不好清啊。还有一个品牌是专门鹿头的啊。对啊。
鹿头，鹿头，我来帮你好了。对啊，一起。你要一起啦，要不然我们讲不完。对啦，哎呀，不然讲了2个小时，我等下都要去学校。等一下要学校桐油，我很怀念擦桐油的日子，你也要擦一下啊。但是你说啊，但是你会沾到一些味道，那无所谓，桐油的味道。哇，有没有？以前当兵的时候出门那个皮带嘛，就是桐油啊，对不对？你要擦桐油啊。当然啊，现在战争是不能把擦桐油这件事当作是这个本事啊，否则应该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擦桐油对，但是过去这个是求生之道啦。对啊，我觉得擦桐油就是对生活的态度了，就是说哦，我把一件小事都做到极致的那种磨练呢，对自己的磨练。因为我们金牛座啦，所以有收藏的癖好。你看看，这个就是我的收藏。对，他平常拿起来擦一擦，开心的要死。有没有？漂亮的跟什么一样？那我跟翔哥很有话讲，就是因为他金牛座，然后我摩羯座，所以我们两个是土象星座。土象星座最苦的那几只。然后2个人没事就来聊那个投资理财这样。对不对？投资理财哦，对啊，今天成交金额变得比较少一点。昨天也是吧？应该是说还没到。而且我跟你讲，我今天听到了一个这个什么那什么特斯拉900多块美金一张，掉到现在178。是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警讯。为什么？因为2020年开始。那个新冠疫情之后，不是股市齐涨吗？对，股票开始涨的时候，那时候指标就是特斯拉先。那你看这一次特斯拉又跌掉了这么多，我觉得这是一个讯号，就是这2年的整个烟火派对已经结束了。就是各位，如果你手上还有一些持股的话，你要小心应对哦。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讯号。提供大家参考一下。我们不是在聊香水吗？是哦。犀牛就是说鹅沃很好，我跟你讲，它是焚香当基底的，焚香能做这么好的很少，然后很少，我觉得它是应该是焚香里面继修女，真的还假的？之后我认为可以直接上台面的。修女在我心目中是这个，焚香。分数很高的，分数很高。当然你喷一口，然后完之后，你这边有修女吗？自己拿起来试试看，修女我前几天她刚好一个戴的是女生，一个戴男生，我印象很深刻嘞。对啊，要不然你喷一下你就知道。好，对，我擦完就来喷，看看你的评价到底是你的品味到底如何？有啦，刚才那个我们，我觉得桐油也蛮香的，他妈的。你该不会想把桐油喷上来吧？三调平衡，这个焚香也不错。三调平衡，前中后，这个就是标准的，你知道吗？学院派的做法。如果说修女的，如果说孤女的焚香是厉害的，孤女是焚香啦，不是修女啦。那修女是什么？修女是她不是三女吗？对啊，孤女是焚香的，修女是花香。对了，我才刚拍的，请回去自己看影片。你惨了，你死定了。刚才讲的话好，大家都参考就好了。出事不要怪我。你看我的犀牛也不赖吧？对，擦的不错吧？我觉得如果说孤女是女生的焚香，那我觉得这一只犀牛是男生的焚香，而且2个真的如翔哥说的，彼此。因为他们这个兽首，你知道吗？其实大家对这个兽首的评价是说，你搞了一个这么多的头，这么漂亮，这么花俏，对，结果其实你的调香的水平没有特别好，或者是你出了没有特别新鲜。可是呢，这个犀牛当初是热卖哦，是，它不是只有我们说好，真的，不错，是不是？
这回头率超高的啦。小护士都这谁呀谁呀走过去。如果说就看到一个大失所望。我刚分这4支哈，我第一个最喜欢这个，第二个我喜欢这个犀牛的焚香，那第3个我才回头来这个苔藓调的。你这个你这只猎狗看起来，你拼起来你会感觉有一句话那种叫轻易俊秀，你懂吗？轻易俊秀，你知道吗？然后这个呢有皇室的感觉，皇者气息。再来一点桐油，然后呢，狮子呢会让你感觉有点小渣。狮子不会，我觉得狮子不会小渣。我的感觉是这样，好吧？那你觉得它不会很渣？你给它一个形容词。我觉得它就是个性很稳，然后他要让你知道，我就是这里的霸主，是对，那他也不掩饰，对，那但是他很稳，却不会因为很有威信而去就是那种个性，就是要去欺负人啊，或者是说要去证明他的存在，我就不用他的味道让人家呈现就是我就是个王者，那孤芳自赏的，你自己就会明白我的价值在这里那种感觉，他不用特别去向别人展示说，我的价值在这里，他自己会让人家自动靠过来，然后就知道说，你在一个团队里面不讲话，但是人家就知道你就是个带头的。所以这个香味、这个气味可以当一个那个什么签名的 signature。对以前我们小时候有那种 T 恤嘛，上面就刚好印字嘛，白色 T 恤印黑色字，记得最清楚的什么懒得理你嘛，对不对？然后所以这个狮子就好像那个 T 恤一样，不是懒得理你，我是第一名对，I'm number one。我是第一名。对啊，不用别人来证明我是第一名，因为我就是第一名。山羊，好，山羊啊，鹿头还没喷，你喷啊？那你喷啊？你喷看啊？鹿头喷了，这个了，山羊，这山羊，这个嘞，羚羊，这个母羊啦，母羊座啦，摩羯座啊，你的头长这样，你忘记了？是哦，你母羊座的头是就这样啊，它是那个什么威廉，是不是？对，然后现在老板在插的这个是山羊，山羊是那个美食调，是哦，里面非常的富丽堂皇，非常丰富，而且非常平衡的美食调里面的香草代表。美食调，这一支美食调好闻啊，香草代表，而且带木质。它不会让你觉得说，靠，我的天哪，整个都很甜。我很意外这一支，本来我美食调我就想说我不要喷了，但是喷下去觉得这个是不是？最近如果闻美食调觉得不错的，可以跟它比一较，这个好，可以跟它来比，有没有？可以有点葡萄味，有点葡萄蛋糕，葡萄千层，这个好。而且后面还带木质，而且还带木质，没败，对，没败。你真的抓的分量刚刚好抓的分量啊？你说化妆棉啊？对啊，算蛮厉害的，有吗？对，真的是有花不够就算了，真的是有在保养。因为如果你带不够，我也没有了。你可以拿卫生纸啦。山羊这个可以，是不是？美食调，男生喷不会觉得非常的很奇怪吧？不会，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男生喷这个，今天跟女生的下午茶，就是你就是那个整个谈话过程，你就是那个美欢笑的，他会把你吃掉，对，你知道让女生笑你就赢了，所以我觉得喷的这一支，对你让女生跟你聊天的时候，她会觉得非常幽默，你很有趣，你就赢了。我本来想说，让他们觉得可以把你吃掉，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我觉得这一支会让跟你
这个聊天的对象会开怀大笑。这一支大叔现在的思考是漫天乱飞哦。来下一个，我觉得这个可以。如果现在排名的话，我会这样排。你会这样排？你说男生哈？你现在说是男生？如果说我现在排名，因为其实兽首坦白说我不太熟，因为没什么人借我们拍了。没什么借你拍。但是你今天拿来之后，我开始会有一些。我现在是找人来帮忙擦一擦，顺便带回去的时候，倍儿亮。狮子，好，那再来是这个，你刚刚讲，这是你擦了吗？这哦，好，那我这个这个是买给我老婆的啦，这个是玫瑰里面的经典，这个绝对是赞的啦。这是玫瑰，这个狐狸是玫瑰中的经典，在哪里 ？Dutch Rose。对，之前玫瑰有做一个，之前玫瑰有讲过嘛，像这什么什么柏林少女哦，柏林少女她那个就是一支玫瑰嘛，然后最厉害的一轮玫瑰嘛，它就是整盆玫瑰嘛，对，然后这一支的话呢，它是就是柏林少女是很有个性的那种，对啊，也比较可以比较偏年轻一点点，然后那个什么一轮玫瑰就是非常盛开啊，是一个你可能要去就是很正式的场合穿的啦，所以啊这个呢，这个要怎么讲呢？这个也是蛮丰富的，我觉得它好像有点加入一些果味。哦，你说这个？对，我喷喷看了，很久没喷了，不，很久没看它了，不知道。我一直在研究这有果味，也是非常不错，所以它的评价和分数也蛮高的。是啊，这个女生很爱，有点果味。换我要回顾一下。你要回顾这支，对，这有果味，有点果味。这个不用讲，但是分数很高的，非常分数很高，然后有果味。对，像那个什么柏林少女，它还有一些那种枝枝芽芽那种轻的绿草味，像它是一个比较稍微以一点点小甜的一些果味加上玫瑰味，所以这些持香时间基本上都很标准。人家说，如果你比起这个意大利或者是意大利的牌子，它的持香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强。你自己觉得英国跟意大利，持香这个部分我没在比啦。对，我比较比的就是说，其实我对于英国的它这个潘海利根，我觉得它就是学院派，所以它一定会有前中后味啦。对，基本上是这样。持香时间也不错啦。是。有可能它在这个西方世界红太久了，所以大家觉得潘海利根还好。OK。可是我是觉得它真的是学院派，后起之秀是学院派啊。那哇，全部都擦亮了耶！对，焕然一新，迎接2023，我的排行出来了。如果说印象最深刻，当然是我觉得这个 Dutch Rose 绝对是狐狸，绝对是你不管几年之后来比较或其他支，它永远都是。我觉得玫瑰你要买3支啊，至少要买3支。狐狸是1支。一轮玫瑰1支嘛，柏林少女1支嘛。对，这当然哇，那所以前3名就出来了。前3名。对，玫瑰。因为它的变化原则上是很多很多的玫瑰，1支玫瑰，然后它把它的各个部分表达得非常清楚。是的。就柏林少女，然后像它就是有一点果味的玫瑰有点果味的玫瑰，然后它会比较偏向比较更年轻化一点，是，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对，我个人认为 ，OK， 好，那我第2个喜欢的是这个狗头，就是猎犬，赞不绝口。今天最大的发现，那我最意外的是，居然是这一只羚羊，是不是？这只是山羊山羊，这是母羊，母羊，这个山羊就是美食调，我很意外，这个美食调，喜欢，而且它后来居然还带着下午茶的茶香，糕点，对，它有点茶香，是，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只蛮让我意外的，可能再过2-3个小时，我觉得它的尾调会很漂亮。你说它里面有一些 Valina 是不是？它是香草嘛，它是以香草为基底，然后后面带木质香。
OK，对，刚才你所闻到还有什么？香草、木质香，还有什么？葡萄啊，葡萄啊，对，葡萄有个糕点的味道，但是对它不会让你觉得太甜，不会，不会让你甜到腻，也没有化工感。而且这个美食调很怕化工感。这个喷的时候心情很好，你就是立刻联想到跟你最喜欢的对象一起喝下午茶，然后你逗得他是非常开心这样，好不好？你想到谁？你想到哪里去？你想到谁？Sweet 你就喷。对，那再来是，我觉得这一支跟孤女有得比的一支男生的焚香，它不会太过于焚，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它跟孤女是可以在同一个档次上面的。孤女比较偏焚香完之后走花香，对，是，对，然后它是偏焚香之后走木质香，走乌木的香，有点类似乌木的，它有点酸梅那种感觉，是梅子味嘛，的那个样子，焚香完之后加一点梅子味，是加木质味，那再来，再来要搞吗？不，再来就是这个是什么？那这个要怎么讲？这一支又是什么？这支就公路啊，公路，公路，很多路哦，这是羊啦，这山羊啦，这公路啦，每个都长得好像哦。公路，你觉得怎么样？公路不就是这个就绅士啊，苔藓调了，就绅士啊，然后它是标准的那个老香，是老香的饭。就许哥有试过吗？随便拿一支来玩一下。老香的饭啊，盘羊，你对盘羊有兴趣啊？盘羊哦，盘羊我最近对盘羊，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太盛名了啦。然后买回去的时候，我觉得它很香没错啊，可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让你惊艳的点，记忆点，缺乏记忆点，就这样。记忆点，它会缺乏记忆点。啊，女生的话，她可以是收豹子头啊什么的啊。对啊，豹头啊，或者是其他什么鹦鹉啊。是。那当然，我男生收到这里啊。对。那狮子，我觉得它可能要看人，它就是第一个酒香啊。它特立独行啊。是。它很强调他自己的个性的特点这样子啊。那我在这只狮子还闻到了一些凉感，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有。它有点凉感，有，让人家这个凉感让人家觉得说，站在狮旁边不寒而栗这种，这个嘎铃顺节这样冷感。你这个说法像我上厕所，冬天上厕所。真的是是不是啊？嘎铃顺啊，拜啊！对，它带一点凉感，哇，这个敬谢不敏，不是，应该叫做非常敬畏它，然后很尊敬，就是保持一点微微的距离，这种凉感。基本上，老板因为跟厂商都有交易，不能说的太夸张，他怕被品牌直接踢出去。我们跟品牌完全没有签约，没有这种负担。对，这就是进口商的好处。生意好就进，生意不好就不要进，对不对？对。如果假如你是代理的话，你永远都要说他好啊，不然你怎么卖啊？对不对？这就是我觉得今天都没有业配，不跟代理商签约，所以随便讲。对，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要业配这里，左下角。好啊，谢谢翔哥今天。哇，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很久不见了，对不对？你上一支应该是玫瑰还有广货讲完，你人就消失了啊，人间蒸发了，没那么厉害啦。你要常常出来镜头跟大家分享，在那边班门弄斧，这样不太好。大家喜欢香啦，跟大家打个招呼。对，在岁末年终，那有没有什么这个祝福的话要跟大家讲一下？我还有带别的对啊，还玩吗？那你还想玩吗？你可能要等我一下，我这一段先结束之后 ，OK， 我要去买一个那个今天要带游戏的那个球啊。好，在太原路而已啊，我就再骑车回来就好，骑那个滑板车回来就好。好，那你等我一下，可以。好啊，那我们这一 part 就先解散，1、2煞。对，那翔哥教大家怎么样保养你这个发亮的香水，金属的部分你要怎么样让它
因为会有点氧化嘛，或者是有一点这个锈掉嘛。对对对。那用桐油是可以让它保持。哇，真的很漂亮。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我觉得香水要像翔哥这样保养，好吧？桐油一罐多少钱？10块啊，20块，超便宜的，可以让你10块店去买可以让你在二手市场先插个波量，多卖个1000多块。这不是 purpose， 但是应该也可以。还有翔哥也在中段也跟我们讲了酒香的这些知识，他研究了一段时间了。哦，大家有机会多回放。那他讲的是比较快，但是有一个概念也还不错，好吧？我们先谢谢翔哥今天带来这些你家养的动物园。对，我们家养的。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回头见，拜拜，拜拜拜。